我養咗貓之後，返工都好少遲到啦。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貓就係嗰種，當你想佢理你，越想同佢玩，佢就偏偏唔睬你。反而當你完全唔理佢，掛住做自己嘢嘅時候，佢就最大機會走埋嚟。當你養貓養到咁上下，你可能會開始煩惱，到底有乜嘢行為可以種下，有乜嘢又應該完全忽略，對佢先係最好呢？成日聽人講話要多啲陪佢玩，好似所有問題都會自動解決，但現實係往往玩到最攰嗰個係你，而貓呢，就可以為咗一樣想要嘅嘢磨足你幾個鐘都唔放棄。講真，根本鬥唔過佢。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今集我哋會同大家分享10個你可以理直氣壯去忽略貓嘅情況。留意，唔係要你喺縱容同懲罰之間二揀一，而係想你透過用貓能夠理解嘅方式，同佢建立一套共同生活嘅規矩同界線。只要用啱方法，強化佢所有好嘅行為，你就可以同你隻貓和諧共處。記住睇到最後啊！1. 咬人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同隻貓玩得好開心，下一秒佢就突然一啖咬落嚟，心諗我做錯啲咩啊？其實貓咬人嘅原因好多，有時可能係玩得太興奮，有時只係想你理下佢，又或者嫌你摸得太耐，唔咬都唔識收嘅。無論係咩原因，你一大聲叫鬧佢，甚至有大動作嘅反應，喺佢眼中都係鼓勵。你越有反應，佢越覺得咬你就有得玩，慢慢你就會訓練到佢變成咗慣犯啦。最有效嘅方法就係當佢一咬你嘅時候，唔使忍痛，即時發出短促嘅啊一聲，好似貓仔之間玩個火嗌痛咁，話佢知你整痛我啊。但如果佢越聽越興奮，咁呢一聲都慳返啦，直接停晒所有互動，收返你隻手，唔望唔喐唔出聲。如果佢仲係好激動，就起身行開啦，留低佢自己喺度冷靜幾分鐘，咁樣先可以令佢明白，你一咬我，所有互動立即停止，仲會俾我完全無視添。2. 半夜喵叫。喺凌晨4、5點，可能係你瞓得最冧嘅時候，但亦都係貓叫醒人類嘅黃金時間。佢哋叫你嘅原因唔一定係肚餓，有時只係無聊，或者想確認下你仲有冇呼吸。不過無論係點，如果佢一叫你就起身，好快佢就會發現，只要我叫得夠大聲，呢個人就會起身服侍我啦。有身心疲累嘅主人會用自己嘅方法私了，例如日頭唔俾佢隻貓瞓，夜晚又掉枕頭或者大力拍床嚟嚇佢，甚至學埋貓嘅嘶嘶叫聲。呢類方法成功率唔算多啊，有人話好得，有人就話完全冇用，更有唔少專家勸喻，咁做只會破壞信任，令到隻貓覺得你唔多正常，更加冇安全感啊，因為貓根本唔明乜嘢係報復。真正有效嘅，不如堅持原則，唔好心軟啊。如果只係因為肚餓，就嘗試喺餵食方面着手，例如將晚餐分開2次餵，臨瞓再餵埋剩低嗰份，或者用開自動餵食機嘅，可以設定喺半夜出糧。但如果純粹係撩你玩，就唯有忍下咩都唔好理，戴好耳塞，必要時關埋房門。最重要係你要嚴格執行，否則佢永遠唔會接受被拒絕，以後控制你之餘，最後再接管埋你成間屋啊。3. 假裝肚餓。相信唔少貓奴都遇過呢個場面，明明半粒鐘前先餵完，轉個頭隻貓又慢慢行去個空碗前面坐低，眼定定咁望住你，好似想話你知，我頭先根本未食飽喎。雖然有講法話貓嘅天性會令佢哋提早肚餓，等佢哋預留時間去打獵，但更多主人嘅經驗係，佢哋好多時只係覺得悶，想引你關注下佢啫。但對於比較揀飲擇食嘅貓，
例如連續2餐食同一款糧就會黑面嗰種，咁呢種情況就更加常見。呢個時候一樣唔好心軟啦，如果唔係種壞咗，搞到有腸胃問題，甚至糖尿就手尾長啦。最好連眼神都避免接觸，因為你一旦開新罐或者俾零食，就等於親手教識佢，原來我煩住佢就會有嘢食啦。記住，無論你鬧佢定係同佢講道理，喺佢眼中都係一種關注。如果你真係唔忍心，可以等佢行開咗之後，再用其他方式同佢互動，例如拎玩具出嚟陪佢玩，將想你理佢呢個動機由扭計食嘢轉移到陪玩嘅互動上面，咁樣先可以建立一個更健康嘅關係啊。4. 貝爾搭鍵盤。如果你有喺屋企做嘢嘅習慣，你可能都試過，當你好專心對住個 mon 時，你隻貓就好似有預謀咁，斯斯然咁喺你個 keyboard 上面行過，輕則幫你打咗堆亂碼，重則可能直接 send 咗個未打完嘅 email 出去，甚至有啲高手會直接踩上你部主機，幫你強制熄機啊！其實貓會咁做背後嘅動機同佢坐喺空碗前扮肚餓嘅邏輯一樣，就係要攞你注意力，所以佢先要去霸佔呢個戰略位置。呢個時候你最好控制下自己，唔好突然好嬲又好笑咁將佢抱開，又或者鬧佢，因為任何回應對貓嚟講都係一種鼓勵。正確做法係無視加轉移，最好連眼神都唔好交流。喺佢下次再跳上嚟之前，喺台面準備定一個黃金位置，例如喺你 mousepad 附近擺個佢中意嘅紙箱，或者一個暖粒粒嘅貓墊，等佢自己轉移陣地啦。其實唔少身經百戰嘅主人都已經學識咗，只要個人一行開，即使只係去斟杯水，都一定會順手落機，因為佢哋知道隻貓總係最中意趁你視線離開嗰幾秒，創造出各種意想唔到嘅驚喜啊！5. 帶玩具求陪玩。貓除咗會突然喺你腳邊咬一啖，拍你2下，撩你玩之外，佢哋仲有一招更加直接嘅方法，就係當你喺度專心做嘢或者休息嘅時候，佢會突然擔住自己最愛嘅玩具，然後一路行到你面前，放喺你腳邊或者大髀度，再眼定定咁望實你，似係想話：喂，我依家好想玩啊，快啲陪我啦！當然間中咁做冇咩問題，甚至會覺得呢個行為好可愛啊。但如果你每次都即時放低手頭上嘅嘢去陪佢玩，佢就會好快學識點樣訓練你成為佢專屬嘅陪玩專員。最理想嘅做法喺非預定嘅遊戲時間，就要學識唔好理佢住，唔係話完全無視，而係唔好即時俾反應，避免同佢有眼神接觸，由得佢喺度叫一陣啦。通常當佢發現咁樣做都冇用，就會自己玩返2下，或者冇癮咁走開，等你做完晒嘢先主動拎返個玩具同佢玩。咁樣做既可以俾你隻貓知道你好關心佢，又可以教識佢記住遊戲時間係由你話事㗎。6. 過度黏人。屋企隻貓係咪有時好似跟蹤狂咁啊？無論你去廁所、斟水，甚至只係行去間房，佢都要寸步不離，10足10係你嘅私人保鏢。又或者係咁用個頭、身體挨埋你度，總之就係要逼你摸佢為止咯。呢類行為睇落好 sweet， 但其實可能係警號，代表隻貓可能好冇安全感，又或者有啲分離焦慮。如果你每次都即時理佢，俾反應，就有機會不斷強化呢個行為，令佢哋失去獨處嘅能力。特別係喺你每日返屋企嘅時候最關鍵，見到貓喺門口熱情咁迎接你，唔少主人都會忍唔住又攬又抱。但對於本身冇乜安全感嘅貓嚟講，你越係反應激烈，佢下次見你一出門就會越驚越唔安樂。最有效嘅方法就係先搞掂返屋企頭嗰5分鐘，無論佢幾咁熱情，你都要忍住照平時咁行入屋，放低嘢，換好衫，唔好理佢住，等佢由興奮狀態慢慢冷靜返，你先再主動行過去摸下佢，同佢講聲我返嚟啦。
只有堅持咁做，你隻貓就會好快學識。只要我保持冷靜，主人就會理我咯，而唔係我越嘈就越快有得摸啊。長遠嚟講，咁樣先可以幫佢穩定情緒，學識安心獨處。7. 深夜放電。其實唔少主人都見識過，當你半夜喺度煲劇、打機或者準備瞓覺嘅時候，突然之間你隻貓好似癲咗咁，由客廳喪跑幾個圈，跳上梳化又跳翻落嚟，條尾豎到直一直。大多數情況下，貓其實只係想放下電，完全唔使擔心㗎。最緊要唔好大聲喝佢，更加唔好伸手去攔佢。因為當佢哋情緒太高漲，你一出手好容易俾佢誤會係會喐嘅嘢，好容易俾佢誤傷㗎。而且你越有反應，就好似火上加油，佢只會玩得更放更癲。最好就係由得佢自己玩，等佢玩夠，呼吸平靜翻幾分鐘之後，你再細聲咁嗌佢個名，摸下佢。如果你每次都出聲叫停或者追住佢，反而會令佢唔識點樣處理呢啲爆發性嘅情緒啊。8. 破壞物品。你屋企隻貓係咪有時會專登喺你面前將台面嘅嘢，例如筆啊、鎖匙，甚至你杯水推落地下呢？好多主人第一時間會大叫，但其實佢哋咁做好多時唔係想整蠱你啊，而係覺得悶，想試探下你會有咩反應啫。不過淨係完全唔理又唔一定有效，最好嘅做法就係先制止，再引導佢。當你再見到佢又想伸手推嘢落地嘅時候，可以用一個短促堅定嘅聲音講：喂，或者唔好啊。記住唔係鬧佢，而係用一個清晰嘅指令打斷佢呢個行為。講完之後就要收翻晒你對佢所有嘅注意力，唔好望佢啊，唔好同佢講嘢，等佢慢慢自己發現，原來咁樣做只會失去關注。當然，貓唔會一次就明白，佢可能仲會再試多幾次㗎，所以你要保持一致。當佢哋因為悶去破壞，代表佢哋精力過剩，你可以先等佢真係靜翻落嚟，再主動拎玩具同佢玩啦，幫佢將精力引導翻去啱嘅地方。咁樣做先可以令佢學識推跌啲嘢都冇用㗎，原來要冷靜先有得玩咯。9. 鬧情緒。有時貓會突然玩失蹤，自己匿埋喺啲窿窿罅罅，好似衣櫃頂、梳化底，點叫都唔應。唔少主人第一反應係好擔心，以為佢唔舒服，或者以為係咪得罪咗佢啊，不停咁揾去氹，甚至想伸隻手去拉佢出嚟。不過其實大多數時候，貓可能只係心情唔好，睇所有嘢都唔係幾順眼咯。你就由得佢，俾佢足夠嘅空間同時間冷靜翻落嚟啦。貓同人一樣都有情緒，佢哋匿埋通常係因為受驚或者覺得有威脅，例如有陌生人嚟，又或者玩得太興奮，都需要冷靜下咁咯。最好嘅做法係確保佢有匿埋藏身嘅安全地方，然後喺附近靜靜咁放低啲水同食物，你就去做其他嘢啦。貓嘅匿埋其實係佢哋隔絕外界壓力嘅正常操作。當佢哋匿到咁上下，感覺安全，心情平復咗，就會自己出返嚟啦。所以你唔理佢，其實係對佢一種最大嘅尊重。不過都要留意，如果貓唔單止匿埋，仲持續唔食唔飲，又唔用貓砂盤，或者精神好差，咁就可能係身體唔舒服嘅警號，唔單止係心情唔好咁簡單。最好盡快要揾獸醫睇下啦。10. 同伴衝突。好多時喺屋企有2隻或以上嘅貓一齊住，就難免會有摩擦啦。有時你見到佢哋打起上嚟，第一時間可能想出聲喝止啦，甚至走埋去分開佢哋。但有時可能會好心做壞事。首先要分清楚佢哋係玩緊定係真打。如果只係互相追逐、伏擊或者慢慢出爪拍下對方，冇慘叫冇見血，好多時只係喺度爭緊邊個做大佬，又或者純粹玩得興奮得滯。呢個時候最好嘅做法就係由得佢哋自己解決，你就唔好介入啦。你一出手，無論係喝止定係勸交，都只會打亂佢哋嘅溝通，令關係更加緊張。
如果你鬧弱勢嗰隻，佢就會更加驚；但如果你鬧強勢嗰隻，佢有可能轉頭遷怒返對方，結果兩邊都唔會好過。就算當時你用好溫柔嘅語氣講唔好打啦，乖啦，強勢嗰隻貓反而會誤會咗你係讚緊佢，有機會變本加厲。想從根本改善，你就要確保屋企有足夠嘅貓用品先，整多啲高位俾佢哋可以跳上去，仲要有安全嘅藏身位，等弱勢嗰隻有路走，唔會俾對方逼到埋牆角，有得走有得避，佢哋自然就會少咗衝突啦。總括嚟講，每隻貓都有自己嘅性格，有啲行為睇落可能差唔多，但其實從來都冇兩隻貓係一模一樣嘅。但最重要係主人要尊重佢哋嘅獨立性，接受唔係每隻貓都可以任攬或者任你摸呢個事實。隨住時間過去，當你真心當佢哋係屋企人咁對待，佢都會用自己嘅方式嚟回應你。最終你會發現，你隻貓會成為你呢一生最忠誠、最特別嘅朋友啊！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